前面讲的2种液态电解质燃料电池都是已经发展很成熟了，但是它有问题，因为它的电解质是液态的，所以说它的寿命以成本来讲都是不是很好的。然后呢，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低温的燃料电池，这是焦化膜燃料电池。接下来是讲高温的，那高温的话，基本上对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因为很多事情温度一旦高，就反应也快，然后也要求不那么多，但是就是说变成它的限制就很大啊。第一个，熔融碳酸盐的这个碳酸盐啊，是一种以后我们会看过影片，当然它不是用在这个地方，一种白色的东西啊，常温的时候是固态，然后呢高温的时候变成液态，啊，这东西很好，可以用来做有些人用来做什么呢？做储存热能，比如说现在不是加州已经开始，加州跟澳洲跟非洲，他们有很多那种太阳热能嘛。那太阳热能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就是那晚上怎么办？所以说他们希望热可以存留下来，很多人就会想到用这种碳酸盐，让它白天把它加热变成流动性很好，那晚上的时候还是可以，温度还没降低，还是可以流动，啊，这个时候晚上就可以发热，啊，这时候你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你不能让它变成固体，一旦变成固体的话，啊，你不能流动的话，那里面很贵的那些管路的话，全部都坏掉了。所以说，很多人现在是用碳酸盐这种东西来做那个保存热能哈，因为它常温的时候是固态，白色的固态，但是呢，如果高温的话就变成液态了，而且温度可以很高啊，所以就变成说它可以把那个热存得很好。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温度可以承受很高的那个物质哈，这是这个哈。然后基本上的话，他讲说他的那个顾名思义，熔融碳酸盐就代表什么？它的电解质是熔融碳酸盐这样子，啊，然后它平常是固态，然后那个是液态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温度很高，不需要用贵金属当触媒，这个就很好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是用一些什么那个 ceramic， 用陶瓷材料做触媒就可以了。它的那个什么，它的反应是跟一般比较不是那么一样的，你看一下有没有？就跟之前的氢啊什么东西不太一样。当然，它也是用氢，但是呢，它基本上是怎么样？在正极里面有这种碳酸盐，然后里面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在正极里面，那这个二氧化碳你要收集起来，补充到什么样？到负极去，所以变成说它设计上面就有一些比较需要考量的哈。但是呢，因为温度那么高，都是固定型的，所以都没什么问题啊。就一坐在那个地方，你弄个管路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弄过去，那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呢，虽然看起来有点复杂，其实设计上面不复杂哈。他这边讲说 require system for collecting CO2， 对不对哈？这样子从正极，然后就把它变成负极去，所以它的反应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然后那个基本上它早期把温度提那么高，现在提到那么高，事实上现在可以不用那么高了。因为温度越高，当然有它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早期希望是用来直接可以用什么啊？用煤矿啊，温度那么高，希望可以直接把煤矿气化，然后就直接可以喂煤矿，然后就产生电。但是他讲说，这个依照现在发展，好像没那么单纯啊，所以说大概不太可能这样子。不过呢，就是反正还是一样，它还是有个电解质啊，它有个电解质，然后基本上它是用一种什么一种那种陶瓷材料做它的那个电解质的 carrier。陶瓷材然后正极跟那个负极，正极好像是用镍吧，我记得是什么？用镍嘛，都是用镍来用镍来做的 ，nickel 来做的，所以变成说不需要用白金做的话，就省了很多钱了。然后它的有很多重点啊，这个重点大家都看一下，最大重点温度高，对燃料的那个什么，对燃料的那个影响不是那么大。第二个，温度高还可以做什么样 ？combine cycle。如果说你做好几百度的话，基本上你只要能有效率的把什么蒸汽给什么气化，我就可以做什么样蒸汽涡轮机了。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大部分都是想要搭配蒸汽涡轮机啊，所以这时候那个热场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好，然后大概就是什么样？温度高，所以一些什么贵金属来做那个什么，来做做那个触媒是不需要的，这样子啊。然后基本上的话，温度高，所以说基本上它用那个碳酸盐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它对离子来讲的话，对那个离子的导离子性很好。这是另外一种高温燃料电池，叫什么？固态氧化燃料电池。
就是那个 SOFC 这样子，然后它电解质是氧化锆，也反正就是温度就是稳定度很高，也不需要触媒这样子。它这个基本上1000度啊，我讲过说现在你可以调整的，不需要到1000度哈，几百度也都 OK 了，大部分都废热可以再利用，所以它的作用就跟什么？跟刚才讲的熔碳酸盐燃料电池蛮像的。这边比较好玩的是什么样？它的那个什么对燃料的需求又更具有弹性了。除了氢之外，它也可以吃一氧化碳。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跟 IGCC 那个配合产生很多的那个一氧化碳，或是说甚至一些其他的燃料，因为温度高，所以都可以。所以你如果是用不同燃料的时候，它的反应式就不一样。那当然反应式不一样的话，我们知道说它的什么理论电压就不一样了。这个大家要会就会找到那个表，看它到底跑出几个离子出来。然后这几个离子还有这两个的那个什么自由冷不一样，对不对？最主要是说电子数不一样，然后那个自由冷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它的理论电压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这个高温的，所以讲说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啦。说摩托车的话就可以用这一种因为你温度虽然很高，你还是可以把它包得好好的，然后让你不会被烫伤，然后那个对那个气体的对燃料的那个需求又不是那么的标准，那么的挑剔，这样就可以用了。好，这大概是这样子。他说，第3代燃料电池将在2000年初期实用化，所以呢，只要高温的燃料电池就可以跟那个蒸汽涡轮机结合，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之前讲的，我们前一章讲的先进的那个涡轮机系统可以到40几%，如果那个燃料电池的话，可以到50-60%，两个把它加在一起就跑到这边来了，70-80%，多么美好啊，对不对？多么美好啊！所以基本上还是，但是我们讲说不能只看趴数了哈，要看成本了哈。很多东西虽然趴数很高，但是成本还是很贵的话，还是没有用。但是呢，最起码已经看到一个希望是。这种负循环，所以我们常讲说，当我们讲 combined cycle 的时候啊，一般我们在讲 combined cycle， 代表什么？代表是蒸汽涡轮机跟气涡轮机嘛。但是我们也可以讲什么 hybrid cycle。当我们讲 hybrid cycle 代表什么？它的 cycle 方式就已经是可能是2种不同动力来源了，这就叫 hybrid cycle 了嘛。所以以后当你讲说是 hybrid car 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它是怎样的 hybrid 法，它是引擎跟电 hybrid 呢，还是燃料电池跟电 hybrid 呢？其实燃料电池就是电啊，对啊，它为什么呢？也没什么 hybrid， 只是说它的来源是从氢能来这样子哈，就叫 hybrid cycle 这个东西哈。好，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说基本上它的那个 component， 这就是对，如果你有兴趣对那个什么固态氧化燃料电池更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说它的一些那个的构造，比如说它的那个什么电解质啊，它的电极啊，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产物。当这种高温燃料电池的时候，它的设计方式就不需要像那种低温的一定要一片一片的，你就可以发挥你的不能只是创意了啦，这个你要知道说可以用一些优化的角度去怎么样去做不同的排列组合的。之前我们讲都是什么双极板有没有？一片一片。那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双极板？因为我们希望它的什么反应速率快一点，对不对？然后因为活化能的影响或反应速率快一点，温度很高的时候，基本上反应速率就已经可能不是那么大，它的重要性已经不是那么绝对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变它的设计方式，有些人就把它做成这样子了。这个大概是说，基本上那个它的什么操作的一些状况。这边重点就是说，第一，一氧化碳已经不是在一个不在一个毒化了。之前我们讲说什么一氧化碳中毒，二氧化碳中毒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电极被一氧化碳被碳的那个化合物给包覆住，所以会影响到后续的反应速率。这个地方它就已经不是，而且甚至一氧化碳还是一个什么样？还是一个燃料这样子。好 ，OK， 好。